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梯形螺纹篇。那这里呢是使用参数绘图呢绘制出这一个梯形的螺纹。那它的特色在于说，我们是运用数学式去连结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学过一次之后呢，我们如果要画其他尺寸的话，只要更改尺寸，更改里面它一些参数，那软体就会自动帮我们画出来，是相当方便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所制作的这个梯形螺纹呢，就是俗称的艾克姆螺纹，或是业界所称的角牙螺纹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可能画法是比较少见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来公开这个画法。好，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咯。首先，在学习画法之前呢，有几项学习须知呢，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。我们呢这次所做的梯形螺纹篇呢，它所运用的呢是一个参数的绘图，所以我们需要先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数学关系式。好，那这里会建议你去观看数学关系式的入门篇，以及参数螺纹篇、参数螺帽篇这3个单元呢，我们都来了解之后，我们再来进入这个梯形螺纹篇呢，会比较合适一点。好，因为有一些指令呢，在那3篇里面呢，都会讲解的更详细一点。好，那等一下的做法呢，就会比较省略一些细节的步骤。那这里如果不是那么清楚，你可以到那3个单元去观看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来做参数的螺纹篇。好，那这里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咯。首先呢是数学式的建立。好，那这里前面已经讲解过，如果你对于数学式还不是那么熟悉了，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，那边都有参考单元去可以学习更细节的。那这边我就直接来进入数学式要怎么去设定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设定的是整体变数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要设定的这边可能我们看起来是比较不清楚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你如果不清楚呢，你可以按暂停，然后呢，放大去看一下，或者是在影片底下的说明，我都会放上这些参数的数学式的。好，那这里最主要的是哪几点呢？就是我们的标称直径，看我们螺纹大小是多大的，以及螺距。那这边螺距呢，我们要根据的标称的直径呢，来选择它所固定的一些螺距。这个是一公制的出牙。那这边呢，先给大家去参考一下，我也有标注一下说我们的标称直径所代表的它的螺距是多少。那这边底下也有一些更详细的说明。以及说我们的螺纹长度，那这几点呢，是要注意的。那另外呢，有几个是比较特殊的，像是这个间隙。那间隙的话呢，它会依照我们的pitch，就是我们的螺距是多少，它所间隙呢是固定的单位。那这边也是给各位参考。以及底下有一个齿顶的 R 角一样，它也是固定的。我们对照的螺距呢，它有一些固定的值要去输入它的。那剩下的就是一些数学式。那这边我们把它输入完之后呢，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要怎么去把它绘制出来。那这里呢，先给大家去把这个地方给它建立好。那我们首先所要做的是整体变数。那这边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都把它输入进去。除了最底下这个是参考用的，剩下的把它输入进去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继续的进行。那这里我会建议在备注的地方呢，打上一些中文字。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的整体变数这个代号所代表的是什么。这样子我们在连结数学式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。好，那这边预设一开始呢，先给大家参考，我是使用外径是20的，然后它的间隙是 0.25， 螺距是4，然后这里呢，我的螺纹长度是60，以及这个第一个呢，齿顶的 R 角是 0.125， 那第二个呢，齿底的 R 角是 0.25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在齿顶的 R 角是用不到的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输入也可以不输入，都可以，就看各位的需求。好，那输入完之后，我们按确定就能够进行下一步了。那这边呢，大家是先做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要做出外螺纹的一个外径以及它的螺旋线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在上基础面简单的画出一个圆，然后这个圆呢，我们给它一个等于一个 D1 就是我们的外螺纹的外径，然后它就会连接的这个数值就是我们刚刚所给它的一个20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直接做一个伸长的动作，那随便给它一个尺寸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伸长的地方点个2下，它就会显示尺寸，再给它点2下等于一个 L。那这样子呢，它就会连接我们的螺纹的一个外径。那 L 是我们刚刚设定的螺纹的长度是60，它就会连接了这个数值。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在最底下这个面呢，把它做一个
基准面。那这个基准面呢，我们所偏移的量是5mm，让它偏移一个5mm，像这样子。因为这里呢是我们等一下要做螺旋线的一个基准面，这样子我们做出来的螺旋线呢会比较漂亮一点。再来，我们在最底下的地方呢，做一个倒角。那这边倒角的它的尺寸呢，我给它做的是3mm，然后是45度的。因为等一下我们在做的这个螺距呢，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让它倒角大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出螺旋线。那螺旋线呢，我们就在刚刚所做的这个基准面呢，进入草图。然后呢，进入草图之后，我们选择这个圆的边线呢，作为一个参考的图圆。好，那参考图圆之后呢，它就会连接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所给它的一个外径。好，那连接完之后呢，进入变形特征，各位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选择了高度以及螺距。那这个高度的地方呢，你可以暂时先给它一个尺寸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连接的数学式以及螺距，你也可以先给它一个尺寸。那这里呢，起始的位置我是给它0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画的呢是一个右旋的、右螺纹的，所以是顺时针。那做完之后，我们直接按打勾，它就会显示出来。然后基本上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没有连接的数学式，我们在螺旋线这里点个2下，我们就会看到2个尺寸。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一个螺纹的高度，那高度我们给它点2下，让它等于 L 加5。为什么是 L 加5呢？因为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基准面呢是偏移这个地方的5mm，所以我们让它做 L 加5。那未来我们在更改的时候，它就会连接的这个数值。以及第二个这个螺距，我们给它一个等于 P。那 P 我们刚所设定的，如果是一个20的话，它的螺距就是20乘以4。那这边我们有看到，我们有给它一个数值。连接完之后呢，那这边基本上我们前置作业就已经做完了。那各位呢就先做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扫出除料。那做完扫出除料，基本上这一个螺杆或是梯形螺纹呢，就会被我们完成了。那这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扫出除料的断面到底该怎么做，以及说这个断面呢，我们需要的是连结的数学式，未来我们要能够去做更改的。那所以这里我们要怎么去画出来呢？首先我们先画出一个梯形的样子。好，那这个 R 角我们先不要做，我们先画出一个梯形。那这边呢，我就稍微示范一下。像这个样子，我们把它画出来。像这样，我大概可以把它示范出来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连接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给它的呢是一个30度。那这个角度是30度。那旁边这个地方呢，我让它多一个1mm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扫出除料呢会比较顺利一点。那再来，我们给它的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底径。那底径是多少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所连接的呢，是这个 D3。那 D3 就是这个外螺纹的底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标注的时候呢，记得这里要画个中心线。标注之后呢，让它等于 D3。那D3之后，它就会连接的这个参数。连接完之后，再来我们要给它的呢是一个宽度。那这个宽度呢就是 W 这个就是池底的宽度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梯形的这个地方的宽度。那我们就把它标注起来，给它等于 W。那 W 它就会连接了这个数值。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还要给它一个螺距 Pitch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它连起来。那这边我就稍微示意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。大概是这个形式。记得这边呢，2个是要是共线重合的。像这个方式把它画出来。好，那这边我就是大概的示意一下，那各位细节让各位去尝试一下。像这样子我已经有完成的。那这里我们就把它标注起来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标注等于 P。那 P 呢就是我们的螺距，它就会连接的这个 P。那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草图它是不是属于一个完全定义的。那像这里呢，我把这条线删掉，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我们看到右边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完全定义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草图才是一个完整的。那未来我们在更改参数的时候，它才不会出现错误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连接的这个池底的一个 R 角，那这里是多少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
这边我们刚刚设定的池底 R 角是 0.25， 好，那这边呢我们就给它等于一个 R2， 那它就会连接的这个数值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的池顶的 R 角是可以不用做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做扫除除掉的时候，它是不会去做到它的，除非你把它画在这个地方的，这边是没有给它等于一个1的，是重合的，这样才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出来。那这边如果想做的细节留给各位去做，那有可能因为它的 R 角比较小，也有可能是做不出来的。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，做完之后我们就把它结束草图。然后选择这个断面呢，我们在特征这里选择的是扫除除料。选完之后呢，它这里的路径我们就选择螺旋线，那基本上它就会做出了这个艾克姆螺纹或是梯形的螺纹、角牙螺杆，就做出了这个形式。那各位呢就先做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出的是螺帽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所搭配的呢是梯形螺纹，所以要搭配它的螺帽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的标称直径以及它的螺距呢，都必须要是对称的，这样子呢，它才能够做一个组装跟装配的一个方式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画的方向呢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未来运用 3D 电影把它做出来，所以这样呢，以这个方向来画出这个螺帽。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画出2个圆，那不一定要是圆，那至少里面这个地方呢，是要是圆的，因为要连接的参数。那外部的地方呢，你可以是六角形的、四边形的，或是不规则形状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发挥。那里面这里呢，我们要连接的参数，那这里是什么呢？我们这边刚刚都已经有设定过了，这里就给它等于 D。那这个 D 是什么呢？就是内螺纹它的牙底径。那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运用这个孔呢来做一个凹陷，然后做出我们螺帽内部的一个螺纹的状况。那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给它一个伸长的一个尺寸。那这边一样给各位去尝试看你要多少，这边是没有去连接参数的。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先把这个扫除除料1不一定是这个名称，那但是呢就是它的螺纹的地方。我们刚在生产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没有把合并接口打勾的，因为我们要运用的是多本体，用多本体的方式呢做出这个螺帽。那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依照档案把不需要的这个本体呢给它删除掉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做完之后要先做倒角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做外部的倒角。那这边我所给它的是一个尺寸1的一个倒角，再来里面呢，我给它的是3，然后45度的一个倒角。倒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凹陷的动作。里面倒比较大是因为这个螺距呢跟它的牙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所以我让它相对的倒角也大一点，这样子做出来呢，螺帽这个地方会比较滑顺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只要做凹陷指令，它就可以完成了。那这里细部你如果不熟悉的，你可以到参数的螺帽篇，那边有更详细的说明。那因为这里呢，我们在做凹陷的时候，基本上会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做运算。那所以这边呢，我就没有讲得太详细。那这边我们所要选择的呢，是总共有5个面。那这边大致上让大家知道一下。首先呢是这个面1、2、3、4、5。那这个面要不要选都可以，你也可以都把它选取来，那就是6个面或5个面都可以。选完之后呢，我们在凹陷指令里面呢，我进入编辑特征，各位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像这样子，这里我是选择了5个面。那做完之后，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目标本体，那这个本体就是这个螺帽的本体，然后记得把除掉打勾。那这边我所给它的呢是偏移 0.2，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我们在做 3D 列印的，因为会有收缩的问题以及组装公差，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偏移这个尺寸的话，有可能你2个列印出来之后呢是没有办法装配的。螺帽是没有办法锁附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让它螺帽里面的尺寸大一点点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在装配的时候才有一个预留公差，还有个背系，我们才可以去做组装的动作。那这里呢，你可以依照你想要装配的方式来评估它，去调整，你可以大可以小，也要依照各位的 3D 列印的一个精度，有时候太小3D 列印不出来，一样是没有办法组装的。所以这边留给各位去尝试。我是让它偏移是 0.2 了，那基本上这样子，只要你在列印的时候不要太快，那列印出来呢，它的品质也是 OK 的，那基本上都是可以组装的。那这里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。好，做到这里呢，我们完成的是第一步。
那最重要的是第二步，我们要去能够变更这个螺纹。那这边我先做一个半剖面给各位参考一下，这样子呢，会比较清楚看到我们的螺纹及螺帽它的状况。那这里呢，要能够变更，我们这个档案才有办法去使用，因为它是一个参数的螺杆要能够去变更的。那这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现在的尺寸呢是20×4，那这边我把它更改一下，假设我是24，然后24×5。那这边其他相对应的我都要去更正它。那因为在备注我都有详细的解说，所以我可以依照我所需要的呢去更改它。那剩下的其他的都是一样的。那跟前面一样。那这样子呢，我更改的外径以及螺距。那这样子我们按确定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去计算。那这边需要点时间。那各位呢，来看一下它的变化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更改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看到里面的牙，它的牙的一些数量好像变少了，因为它呢，相对的它的螺距变大。所以相对的它的齿也变少了。那这边可能还是不是那么明显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更改一次。这次我们把它改大一点，我们把它改成36×6，看这样子会不会更清楚一点。那这里相对的一些间隙呢，我们就要去更改它。像这边就变成以6来讲，6到10就是0.5，间隙要改成0.5。好，那它这里的齿底的半径呢，一样要变成0.5，齿顶的半径呢0.25。这边都更改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按确定。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螺帽呢画的不够大，所以会变成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有这种状况，你再去更改它的尺寸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呢去更改了这个参数的一个螺杆。那相对的螺帽呢也会跟着去做变动的。像这里也会变动的。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。最后呢，来总结一下梯形螺纹篇。那所谓的梯形螺纹篇呢，其实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艾克姆螺纹或者是梯形螺杆，以及业界所俗称的角牙螺杆。我们所指的呢都是同样的东西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运用了这个 SolidWorks 的数学关系式呢，学会了怎么样把它画出来，而且相当方便的是，我们只要画第一次之后，其他剩下的尺寸呢，我们用软体更改参数就可以自动的画出来。所以你只要学过一次，你就可以安心把它忘记了。下次忘记也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档案带着走，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出我们想要的尺寸。那是相当方便的，以及说这个指令呢，我们未来可以用在3D列印，运用这个凹陷的方式呢，做出有一个间隙，所以螺杆跟螺帽呢就可以去做装配。那这里细节的像是螺杆呢，它有分左螺纹、右螺纹，以及说这个螺杆呢是运用在哪里的？我们比较常见的是用在动力传动的，像是车铣床的一些进击轴或是一些旋转轴，有可能都会用到这个角牙螺杆。那这里细节呢就不会讲得太详细。那这边未来有机会呢，会针对这个螺杆的用法以及它相对的一些关系呢，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说。以及说这个螺杆呢，未来我会使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来做个验证。那这里如果你有兴趣的，请持续关注本频道。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，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，拜拜。